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呼吁各方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稳定，并强调让阿富汗各族人民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鉴于当前阿富汗局势的突变，同为阿富汗近邻的上合组织与吉安组织各成员国首次举行的这场围绕阿富汗问题展开的联合峰会也备受各方关注。阿富汗局势攸关地区安全稳定，周边邻国和相关国家如何协同合作，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来看报道。习近平在联合峰会上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都是阿富汗近邻，大家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安全共同体。关键时刻应共同发挥作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稳定。我们要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前提下，协助贯彻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基本原则，让阿富汗各族人民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习近平就阿富汗问题提出3点意见建议，包括推动阿富汗局势尽快平稳过渡，同阿富汗开展接触对话，以及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努力，支持阿富汗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维护本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宁。这是上合组织首次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举行联合峰会。上合和吉安组织几乎包含了所有阿富汗的周边邻国。本次峰会聚焦阿富汗问题，备受各界关注。观察指，联合峰会的举行不仅推进了2个组织之间的更深入合作，同时也创新了一种推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新方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上合组织和吉安组织的首次联合峰会，证明双方都很重视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与俄罗斯主导的吉安组织进行沟通合作，也将会为未来推动地区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吉安组织我们知道它属于一种军事同盟，但是上合组织是综合性的合作的架构，从性质上来说呢，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近一时期，可以说呢，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2个组织都必须要关注的，同时要形成合力的。不用说，在这2个组织的成员构成当中已经有较大的重合。那么现在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出之后，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以及地区安全局势所存在的深层次的隐患，都是这2个组织必须要探讨的问题。在同日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习近平也针对阿富汗问题指出，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外国军队撤出后，阿富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阿富汗仍面临诸多艰巨任务，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支持和帮助。各成员国应该加强协作，用好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等平台，推动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引导阿富汗搭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稳健温和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同周边国家实现友好相处，真正走上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会后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20周年杜尚别宣言里，阿富汗和地区安全问题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在安全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宣言明确，成员国认为，在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基础上，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是唯一方案。尽快协调阿富汗局势是维护和巩固上合组织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此次在上合峰会期间，把阿富汗问题作为一个很重要问题来探讨，其实是表明了上合组织全体成员对于阿富汗问题的这样一个高度重视。习主席出席这个会议，实际上表明中方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态度，也表明我们中方愿意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力尽所能的提供各种帮助。那么也希望同上合组织成员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来共同推动阿富汗问题的这样一个稳定，以及阿富汗的这样一个经济建设和发展。就在此次联合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还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伊朗外交部长助理穆萨维举行了阿富汗问题4国外长非正式会议。4方表示将根据阿富汗形势需要，继续开展4方沟通协调。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王毅近期第2次出席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多边会议。本月8号，应巴基斯坦政府倡议，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与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6国外长或副外长首次共商涉阿事务。
阿富汗的邻国对于阿富汗问题关注的这个视角是有所差异，但是推动阿富汗的这种稳定和发展这种共识还是存在的。中国和阿富汗的邻国有关各方之间的这样一个合作，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是共承担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让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保持这样一个稳定的状况。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日前被曝曾在3个月内2度致电中国军方，承诺美军不会对中国发起攻击。事件轰动美国政界。米利本人周五首次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称这完全符合他的工作职责和责任，让对手安心也是为了确保战略稳定。事件是否令美军进一步陷入两党之争，引发外界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进行军事战略布局的脚步一刻不停，持续对中国施压。周五，美巴里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展开行动。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美方频频实施类似挑衅行径，充分说明美是台海和平稳定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施毅陆军大校还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包括作战舰艇、预警机、轰炸机等在内的海空兵力，在台岛西南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和实战化演练。有关行动旨在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将根据台海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常态组织。美国海军第7舰队此前发布的新闻稿宣称，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周五依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继而声称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这是美舰年内第9次通过台海，上一次是在8月27号，并且是美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和海岸防卫队巡逻舰穆洛号双舰通过台海。针对今年以来美舰频繁过航台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强调，美军举动不是对什么自由开放的承诺，而是搞军事横行自由，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干扰和破坏。国际社会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派遣军舰在不断的穿行台湾海峡，这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可以说成为美国对台湾释放信号、对大陆进行威慑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军事举动。解放军海空军不断的组织常态化的进入西南空域进行这种军事上的我们的演练、一体化作战的这种方面的训练，事实上也是以常态化对常态化，也就是说你采取的一些就是军事挑衅行动，必然会遭到中方在军事方面施加更强大的压力来进行还击。近日，有关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曾2度致电中国军方，承诺美军不会对中国发起攻击的消息持续在美国政界发酵。米利本人于周五首次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称，这完全符合我的工作职责和责任。据美联社报道，米利表示，这2通电话是常规例行工作，此举也是为了使盟友和对手在这种情况下都安心，为了确保战略稳定。美联社称，米利计划于9月末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就此事进行更深入讨论，包括国会想要的任何层次的细节都会进行说明。舆论普遍关注，在这一事件中，作为美军参联会主席的米利究竟有着怎样的权限？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官网相关手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其目的是联合政府各部门协同发展。参联会还兼具对外职责，包括与其他国家国防部门领导者定期沟通，以增进相互交流，促进共同利益发展，以及在经美国政府内部协调后，向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披露经分级的军事信息。深圳卫视梳理发现，从1985年起，美军参联会主席就与中国展开交往，在任期内或卸任后来华访问的参联会主席至少8位，包括迈克尔·马伦、邓普西、约瑟夫·邓福德等。探讨的话题涉及中美2国两军关系，应如何增进沟通、减少误判等。观察指，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承担着与中国在内的各国军方同行间的互动交往职责，因而米利与中国军方的通话行为本身并不超越其权限。另外，按照米利的发言人周三发表声明的说法，米利与中国官员和其他方面的通话符合他保持战略稳定的职责，并且米利的2次通话都是与国防部和跨部门进行协调和沟通的。美国政治新闻网也引述国防部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米利在打电话前已经征求了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的同意。米利在通话后还向国务卿办公室通报了情况。
一位熟悉中美两军交往的专家周四向媒体披露，两国外事通话不可能是部门领导私人之间的秘密通话，而且双方高层也事先知晓。会谈期间主题内容事先是有所确定的，并且得到相关授权。会谈后双方交流的情况、内容也均会向上级作出报告，因此不可能存在秘密的情况。按照正常程序，它是要经过白宫的批准。经过国防部长的认可，然后通过双方固定的一些惯常建立起来了这个合作模式和这个相关程序来进行这种对话。但是在特朗普时期，他的内部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决策程序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尤其是在特朗普采取了很多非常不理性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当时对华的这种打压和围堵的情况之下，也是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美国高层对于混乱不堪的特朗普的角色，甚至引发中美军事对抗的这种危险的切实的担心。华盛顿邮报关注到，围绕米利的争议到目前为止主要按照党派路线进行。报道一出，美国内两党围绕此事的观点可谓泾渭分明。一方面，总统拜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等人先后为米利站台，称对其忠诚有信心，并不令人担忧。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说，米利和其他人为避免特朗普在任期结束时造成灾难做出巨大努力，米利做了负责任的事情，他让美国远离战争。另一方面，一些共和党人则炮轰米利。米利通话时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的米勒说，米利是告诉过他要跟中方通话，但他不记得后来得到了通话的详细内容。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指责米利篡权，要求拜登将米利解职。前总统特朗普更宣称米利应以叛国罪受审。华盛顿邮报坦言，这可能使军方更深地陷入党派纷争。事实上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是沦为两党政治斗争的又一个新的案例。那么，共和党肯定希望借此来对民主党当局进行这种抨击，而民主党当局又想借此凸显出来当时特朗普的这种混乱不堪的这种糟糕的决策。那双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的攻防，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这种需要，而并不是说只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性问题的争吵。另外，美国连同英国、澳大利亚建立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连日以来也引发极大关注。作为这一被媒体称为印太小北约的重大军事动向，美国宣布将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美英承诺将与澳大利亚分享核动力技术。一方面，这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协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澳大利亚与法国此前达成的潜艇采购协议彻底泡了汤。法国方面极为愤怒，外长勒德里昂甚至用背后捅刀来批评美方的行为。当地时间周五晚，事态升级。勒德里昂在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应总统马克龙的要求，法国将立即召回其驻美国和澳大利亚的2位大使。就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签订的价值560亿欧元、建造12艘潜艇的协议进行磋商。观察指，召回驻外大使是一种罕见的外交强硬姿态，此次居然在盟国间上演，再次凸显了大西洋关系的巨大裂痕。值得关注的是，周四晚，马克龙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是默克尔在其任期内最后一次对法国进行工作访问。有分析认为，潜艇被截胡事件也将促使法国继续推动欧洲更多的防务与战略自主。在当天晚间的会晤中，该议题也成为了双方领导人重点关注的问题。我相信美法之间的这可以说是这种裂痕会进一步的加大，而同时的也会让欧洲或者包括其他一些盟国对于美国这种完全是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自己盟国利益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做派，会感到了更加的失望。也会直接影响到未来这些盟国是否还愿意跟随美国的步调来对华进行围堵。就法国召回驻美大使一事，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随后发表声明称，已与法方进行紧密接触，美方理解法方的立场，接下来几天将继续沟通解决双方分歧。但自知理亏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却仍在为事件找借口。据路透社报道，莫里森当日承认澳法关系受到损害，但他表示，在今年6月会见马克龙时，他已传达了澳大利亚对澳法潜艇交易抱迟疑的态度，可能不得不做出另一决定。莫里森表示，我们非常担心常规潜艇无力应对目前澳方面临的新战略环境，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做出决定。
欧盟首次发布自己的印太战略，表示将与台湾地区加强经济方面的联系，并将向印太地区派遣舰船。欧盟相关官员表示，该战略着眼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中国驻欧盟使团也回应表示，欧方是要合作还是对抗，我们会持续密切关注。有分析认为，维护欧盟在印太的经贸利益是这份文件的首要关切，而劳师动众跑到亚太来刷存在感，这在欧盟内部还存在巨大分歧。欧盟周四发表印太战略文件，表示将在7大领域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以符合民主、法治、人权和国际法的原则方式，为地区稳定、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有报道称，中国是欧盟印太战略文件关切的中心。该文件呼吁与中国进行多方面接触，克制了直接批评中国。在回答该战略文件是否针对中国时，撰写该文件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该文件着眼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这份报告啊，谈不上是一个反华战略啊。当然从某些媒体或者某些政治力量的角度看，觉得可能反华不够啊，这可能是他们比较失望的地方啊。总的来说的话呢，这份印太战略呢，还是相对比较务实吧，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欧盟的所谓的独立性啊，这也是欧盟追求的目标。就是说，它的印太战略呢，要体现欧盟自身的利益，而不一定呢是完全的跟随美国的立场。就欧盟发表印太战略文件，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周五表示，中方认为，各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都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突出意识形态、挑动地区局势、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意愿和时代潮流相悖，注定不会成功。是要合作还是对抗，我们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份文件还提到，要与中国台湾地区加强经贸合作。文件显示，欧盟希望加强与亚洲合作伙伴在新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合作，与没有协议的伙伴建立贸易与投资关系，比如台湾。近期，欧盟内部在讨论中欧关系时，有关台湾事务的负面声音有所增加。欧洲议会全会近日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包含消极涉台内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敦促欧洲议会有关委员会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跟台湾的经贸合作我想呢，过去这么多年呢，一直都在进行，但是没有一个机制性的协定。这也是一个应该要注意的一个趋向，就是欧盟当前的这个对台政策会不会出现一个调整我想的话呢，欧盟应该还是会坚持遵守它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这是这个双边关系的基础。欧盟在该文件中称，会对是否要划定印太海洋利益区进行评估，并与地区伙伴共同巡逻这些区域。文件还指出，鉴于欧洲在印太地区保持显著海军存在的重要性，欧盟将寻找确保其成员国在该地区海军行动的方式。对于欧盟首次发布印太战略，表示将与台湾地区加强经济方面的联系，并将向印太地区派遣舰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经济合作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议。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关于域外国家向亚太地区派遣舰船，中方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欧盟多次表达更多参与印太事务的意愿。从今年4月欧盟外长理事会发布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中，不难看出其强化印太地区务实合作和军力扩张的企图。这份报告指出，将继续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发展伙伴关系，保护重要海上航线，组织更多印太海军部队和反海盗演习。这也为5个月后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文件做足了铺垫。欧洲国家通过展示自己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一方面呢呼应美国，另一方面呢为自己呢捞取一些利益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算盘吧。
对于这份最新印太战略文件，欧洲媒体评价不一。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欧盟说印太战略文件并非针对中国，文件的内容却主要围绕中国，显得模棱两可。欧盟各国会如何执行这一印太战略尚不可知，但在文件发布前，欧洲知名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周一发表了针对欧盟27个成员国专家官员对印太战略的看法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尽管印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日益提高，但许多欧盟成员国对该地区漠不关心。有分析认为，劳师动众跑到亚太来刷存在感，这在欧盟内部存在巨大分歧。对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来说，除了经贸合作外，他们和亚太并无太多交集。现在这个中欧关系呢，应该说比以往呢更加的复杂啊，因为多了一些地缘政治的竞争的因素啊，但是这个总体发展这个趋向啊，双边关系发展的这个大趋势啊，我想不会有大的改变啊，还是以合作为主啊，因为毕竟呢，跟中方的合作呢，符合欧盟自身的利益。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继欧洲议会大比数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之后，欧盟再公布了自己的印太战略联合公报。那么对于这份公报，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说的不客气一些，对于欧盟出台的这份印太战略报告，我的总体印象是模糊不清，首鼠两端，注定是费力不讨好。这份报告的理论基础是要捍卫欧洲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所以通篇充斥着人权教师爷的说教面孔。但是报告又舍弃不了中欧之间的经济利益，这就让人不明白欧盟究竟是要玩虚的，还是要来实的。同时，报告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机遇，但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会破坏了欧盟的规则与秩序，所以报告一边倡议要跟中国合作，另外一边又提出要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总而言之，我认为欧盟印太战略报告之所以会陷入到自相矛盾与混乱当中，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压根就没有想清楚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印太战略，更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最近他们之所以会闭门造车，炮制出一个欧盟版的印太战略，完全是拜登政府软硬兼施、威逼加利诱的结果。也就是说，欧盟的印太战略不仅没有准备好，而且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是为了应付美国而被迫交出的一份作业。在这种情况下，这份报告的质量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印太战略在思维与逻辑上的混乱，必然会反映到实际行动上的进退失据，并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这份报告既表达了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期待，但又不肯纠正错误，主动撤销因为新疆问题而对中方个别人员采取的所谓制裁措施，这就必然导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难产，甚至是让中欧关系进一步陷入到僵局。那么欧盟至今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印太战略，除了刚才讲到的技术性因素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原因呢？我认为这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欧盟当前正面临着设计性的战略困惑。这个困惑的根源就在于，一方面他们的确是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想要坚守这些看起来很虚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着实实在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压力与问题。尤其是欧洲国家大多数都走上了一条民生福利主义道路，要走这条道路需要强劲的经济发展来作为支撑，这就导致他们既在安全上对美国有依赖，需要美国用枪炮来捍卫他们的国土与意识形态安全，同时又在经济上对中国有依赖。而除了对外战略上的分歧之外，他们还在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是分裂。这个也就注定了欧盟的这份印太战略报告将会是一份四不像的东西，因为它既要顾及意识形态与所谓的国家安全，又要顾及经济利益，既要顾及美国，又要顾及中国，同时还要讨好欧盟内部的左派与右派。过去这些年以来，欧盟解决这些困境的办法是在中美之间搞战略平衡，一边在意识形态上认同美国，
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另外一边又在经济上跟中国打得火热。但是现在这一套似乎玩不转了，因为在中美对抗走向激烈的大背景下面，美国已经明确要求欧盟必须选边站，而中国也不能接受欧盟的首鼠两端，于是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在战略上的困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国家的困境实际上也是所有西方国家甚至是全球主要大国在如何看待与应对中国崛起时共同面临的问题，甚至包括美国在内，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个月前，拜登政府异想天开，提出了合作、竞争、对抗三板斧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他们一厢情愿提出的自我解套办法。其具体做法就是把合作、竞争、对抗三个领域截然分开，在全球气候变暖等领域内，该跟中国合作的时候要合作，在军事与科技领域内，该跟中国竞争的时候要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该跟中国对抗的时候要对抗。然而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压根就不吃这一套。中方提出，美国不能一边跟中国搞恶性竞争与对抗，一边还要求中国合作，这立马就让美国的三板斧政策陷入到了困境，玩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欧盟出台印太战略报告之后，中国驻欧盟使团的一句话，欧盟到底是要跟中国合作还是要跟中国对抗，立马就问得欧盟哑口无言。其言下之意就是，既然美国一边合作一边竞争与对抗的招数都玩不下去了，那欧盟能行吗？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欧盟的印太战略报告本想左右逢源，两边讨好，结果就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刷新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记录后，3名中国航天员于周五顺利返回地球，标志着中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外媒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成为太空大国的最新里程碑，也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时代已经到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周五下午13时34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12号返回引发外媒广泛关注。德国电视一台称，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长的载人航天任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则关注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风着陆场首次用作航天员返回地球的着陆地点，而此前一直使用的是4子王旗着陆场。法新社评论说，这是中国成为太空大国的最新里程碑，也是中国大力推进的太空计划的一部分。该报道还关注中国航天员需隔离一事，称他们回家前需经14天隔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解释说，这和新冠病毒没有关系，而是因长期飞行、航天员的免疫力等方面会有变化。我们不是说这个怕航天员在太空中感染了一些病毒啊，这些不会的，因为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航天器舱内的这个环境我们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航天员返回后，因为长期的这个飞行，他的免疫力各方面他会有一个变化，它会下降。我们主要是出于保护航天员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美国太空网周五称，中国新空间站的首次载人任务已载入史册。在轨道运行期间，中国航天员拍摄了一些令人惊叹的地球照片，并进行各种科学实验。他们还有2次太空行走，旨在帮助16.6米的天河核心舱启动和运行，并为未来几个月的频繁访问做好准备。奥地利标准报称，中国5年来的首次载人航天任务已告结束，下一批飞行乘组预计10月启程前往空间站。中国空间站的计划是在其投入使用后，保持在400至45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上。按照中国航天规划，中国今明2年共实施11次发射任务，包括4次载人飞船发射。2022年完成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神舟12号载人飞船任务结束后，神舟13号载人飞船将在1个月内发射升空，将另外3名航天员送入空间站，他们将在轨驻留6个月。有消息称，其中可能包括女航天员王亚平。
外界注意到，无论是刚刚圆满完成任务返航的神舟12号，还是即将启程的神舟13号，飞行乘组的规模都是3名航天员。对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王翔介绍说，在空间站，3名航天员必须各司其职，进行不同的任务和科学实验。在空间站初步建成后，最多可容纳6人。除我国航天员之外，还将迎来第一批外国航天员。外媒爆料，现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3名航天员正紧锣密鼓地学习中文，其中1位正是女性。所以，我国派出的飞行乘组包含1名女性宇航员，这也和国际上的分组接轨，有利于在漫长的太空任务中发挥女性特有的优势。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有女性航天员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大的，因为中国的载人航天，它既有科学研究。航天科学研究的成分，也会为我们进一步走向太空奠定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女性的参与是不完整的。而且，女航天员在太空进行科学试验这个过程中呢，还有它独到的优势。那么，男女航天员相互补充，那么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对于更好的完成这个科研任务，执行这样的这个载人航天任务呢，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此外，路透社披露，在执行神舟13号任务前，中国还将先向天河核心舱发射货运飞船天舟3号，为下一批航天员运送所需物资。报道认为，固定的飞行乘组规模以及频繁的航天活动，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建造已步入一个重要阶段。由于1998年发射投入使用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年后退役，中国的空间站届时将成为唯一空间站。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指，中国正在推进空间站建设计划，如此规模的太空工程将大幅提升中国形象。分析认为，尽管卫星已能为一些科学实验和观测提供平台，但载人空间站仍是不可或缺的。它为实验项目的长期执行维护、科学观察和数据处理提供了平台。发射20多年以来，国际空间站已经进行了3000多项科学实验。直至中国启动空间站项目前，国际空间站都是唯一在轨运行的载人科学实验平台。然而，其老化和退役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全球知名科学期刊《自然》指出，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将成为国际空间站更为开放的继任者。据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已于7月初批准了1000多项将在天宫空间站上进行的科学实验，其中一些已随核心舱搭载发射。中国在这个吸纳其他国家在我们的空间站进行科学试验的过程中呢，也是抱着这个开放的精神、友好的态度，就是说，只要你是这个符合我们制定的一些这个条件来进行真正的科学试验，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呢，这也是在这个中国的空间站呢，在国际上赢得好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始终按照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与有关国家广泛开展载人航天合作与交流。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全面建造阶段。中国将继续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使中国空间站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室，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第13届中国航展将于9月28日至10月3日举行。近日，第13届中国航展万里行大型融媒体采访活动在珠海正式启动。由资深军事专家和记者组成的航展观察团，共同走进涵盖海、陆、空、天、电等领域的航展主办单位、参展商，全方位、立体式地宣传本届航展的特色亮点，充分挖掘中国航空航天及国防事业的发展成果。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记者从活动上获悉，本届航展展馆数量由上届的8个增至11个，室内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
本届的珠海航展，无论是参展面积还是参展商的数量都创了纪录。往年我们航展的主办方是13家，今年这个数字呢增加到了15家。同时我们本届航展将由英国、美国、德国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其中呢是有519家的民营企业参加到了我们本次航展之中。说到航展，大家一定会想到飞行表演，像空军81飞行表演队以及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将直冲云霄，也在本次航展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本届航展首次推出云航展，利用5G、VR、AR 等高新技术，开发智慧航展 APP， 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服务导航与观展相结合，360度全方位云观展。本届航展，我们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推出的云航展。云航展主要有4大功能：云展示、云会议、云表演，还有珠海专题板块。在这里边，我们将在网上呈现360度无死角的展台的展示效果，这也为我们接下来打造永不落幕的航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世界5大航展之一，中国航展备受海外参展商重视。来自英国的美捷特集团就多次参展。他们专长于极端环境下的智能工程解决方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乘坐的飞机上，包括飞机的航电、防火控制、飞机油箱密封解决方案等，都有广泛的应用。在今年的航展上，他们将通过实物加数字展示的方式，对产品进行全方位的呈现。对于美捷特而言，中国航展是一个重要的展示平台。美捷特中国区总经理石文才说，他们也希望通过中国航展平台，助力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从未来20年、25年的这种市场潜力来看，中国是最具潜力的市场，所以我们非常珍惜珠海航展这个平台。